就在巴黎铁塔前上夜照一张相，就算去过法国。哦，那德国就在海德堡前面夜，就算去过德国。那你下次要去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，哎，有些地方去过，有些地方没去过。要去嘛，又觉得有些地方去过了浪费钱；那不去嘛，又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没玩到，很可惜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你用单国的旅游方式来规划，会是比较好的。哦，世界很大不及啊！哈。那另外一个是我通常会事先联络在地朋友。我觉得，网络上虽然常常埋藏很多危机啦，但是网络上呢，常常也会让你遇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。哈，像我大概这么多年来去旅游，我去一个国家旅行之前，我都会有习惯问一下，哎，有人比较我也话诱一下的。那我通常就会去那边，哎，跟他喝个下午茶。我想喝个下午茶，他应该不会把你绑走吧？那尤其是你之前，你会写信去询问他一些当地的情况。你在跟他通信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，他回信给你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讲，你会从他的信里面字里行间感觉到他的热情，或者是他的整个感觉这样。那我大概之前旅游，我都会去联络网友比较多。那久了以后呢，就会发觉那种国外网友嫁去国外，他就会自己写信来给你，就跟你说，哎，我在那边哦，你要是来玩，记得找我之类的。因为我后来去希腊，就是一个台湾的女孩子，她嫁去希腊，在雅典，然后她就写信给我。那我大概写完信，过了2年以后，我要去希腊玩，突然想到这么一回事，我就写封信给她，哎，她也一直知道我，她就很开心。那我们就真的在希腊碰面，那种感觉也很好。那所以后来就会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。那对我来讲，现在在看新闻，有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荷兰发生什么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你到过那个地方，你对那里有感情，你就会去关心世界的很多的角落，然后他们的东西是跟你息息相关的这样子。那我通常就会去联络在地朋友。然后就会去跟他们聊一聊，有时候只是喝一个下午茶。一开始通常我都以不打扰对方的方式，因为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去那里旅行，我们一整天都在玩。可是对对方来讲，他也许在当地生活，也许在那边读书，他有他的日常工作跟他的日常生活，所以我都希望不要太打扰对方。所以我一开始我都是预设可能是喝杯下午茶，就大部分每次到了后来。就会很开心，就跟我们一起玩，就跟着我们接下来的行程走，或者是他可能是这2天他要上课，那接下来几天他没有课，他就跑来找我们。那甚至我后来在荷兰认识的那个朋友，他当时在荷兰读书，那我们就在荷兰认识以后，等我隔年去德国玩，他就跟她男朋友从荷兰开车来德国找我们，然后过2年我们又去德国的时候，又换我们从德国开车去鹿特丹找他。然后他们回来台湾也会找我们，我们就会觉得那种感觉是很好的。好，那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去那边，哎，就是喝喝下午茶聊一聊，好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情要忙。可是他会告诉你，你会发觉，哎，原来最近离这边很近的城市，它刚好有嘉年华会，它有什么特色或干嘛，我们就会来个旅程大转弯，然后就会特别跑去那里。好，像去荷兰就是这样，我们本来没有要去马斯垂克。后来他就跟我们讲说，那边的网友就跟我们说，有马斯垂克嘉年华会，1年1度这样子，那全世界很有名。我们就临时决定我们要改去那个马斯垂克，那也感觉到蛮热闹的，因为它是化妆嘉年华会哦，整个小镇都疯掉了哦，就3天3夜，全部人都穿着奇装异服，然后酒杯喝完在地上打破这样，然后就很热情这样子，那就去参与他们那个盛会。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书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，而且会让你对在地的人文有不同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不会特别标榜自助旅行，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试着去走出去世界外面，去尝试不同的东西。就是可能现在常常会说的一个名词叫壮游，你可以去规划，留给自己一些冒险的点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呢，当然要事先安排好。我觉得那个勇气，我觉得那是勇气跟傻气是不一样的东西。
那当然还是要讲勇气跟傻气等于有趣啊，就是说不拘泥的语言。我发觉台湾有很多学生或年轻人，他们会很害怕，他们会觉得自己语言不好，就不敢出去。可是事实上呢，我觉得出国最好用的还是手语。那我们去英国玩，然后纵使英文很好用，等你急起来了，你还是用单字在跟他讲，你不会去在意那些文法怎么讲，只要能通就好。就像我们在台湾，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，我们不会期望他一开口就跟你讲很好、很流利的中文，你会，他就算只是跟你讲几个地名、几个字，你会去猜他要干嘛这样子。所以你不需要有真的语文讲得非常好才能出国，而是你必须，比如说你的语文不够好，你可以做好准备。现在常常有那种手指旅游，事先写好一些句子，万一有什么事你就指给他看这样。我说那个叫聋哑式旅游，跟他讲我要多住1天这样子，万一录不懂的话这样子。因为我去德国有些小镇，他就是讲德文，他也不讲英文。那种老奶奶，你怎么跟他录啊？他根本就不理你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之前在德国有的时候要去一些小镇的话，我就会请我那个住宿妈妈，就是我住的那间民宿的妈妈帮我写，帮我订完以后，我会请她帮我写一些句子。那我去到那边，万一真的出来是老奶奶，我就跟她好，那我觉得通常她也会觉得很有趣，她也会很愿意帮助你。尤其当她知道你语言不好的时候，她会更愿意，就是更多帮助你。我曾经在德国遇到那个接力赛，就是我要上车，我要坐公车去某个地方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，我就在车站等车的地方拿那个书给人家，手指地图问他怎么去。然后我通常喜欢找老人家，因为老人家比较热情一点点。那小镇，如果我是大城市，我就会找年轻人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会问他，这个要怎么走这样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这台公车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跟我坐同一台公车，我就跟他上车。不对，他不是坐那一台，他委托旁边有一个坐那台公车的人跟我上车。然后上车之后呢，他比我早下车，他就委托另外一个人说到哪一站要告诉我。然后呢，那个人呢就跟我同一站下车，然后他不是要去那个地方，他就委托旁边的人要带我去那里。事实上，我到后来，我指那个地标只是比较大一个博物馆，我没有很想去。可是呢，那个人坚持要带我到门口，我又不好意思告诉他说，其实我不想，我不太想，我不太想去这样。而且沿途呢还帮你导游说，那个博物馆是怎么样，他们德国人的历史什么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到那边之后呢，就很尴尬，我只好走进去看一看。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经验那最后一个来讲就是说，出门在外安全第一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是因为我们是黑脸黄皮肤，不管怎样，我们走到全世界各地，站出来就是黑脸黄皮肤。尤其在总会 Michael Jackson 一样变脸吧。然后说你到欧洲，你站出来，你就算你讲得很流利的德文，看起来还是一样是外来的人民。所以呢，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东方的女孩子比较容易被盯上，就是扒手之类的。因为东方，你看黑脸黄皮肤，大概就是日本人，因为国外的旅游